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钟祖康这次到台湾出席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有机会再次看到阔别了几年的台湾，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我特别喜欢台湾，是因为其发展能够均衡，它有亚洲大部分地方没有的物质生活，有新加坡、香港没有的民主，有日本和南韩没有的妇女地位。在亚洲发展上能够全面超越台湾的，看来就只有澳洲和纽西兰。台湾人在中国恶劣文化污染下，加上中国大陆长期敌视和打压下，还能有此成就，是应该感到自豪的。上次来台湾降落的中正国际机场已经改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正纪念堂也已经改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我不像许多中国人、香港人甚至部分台湾人那样的感到失落，因为台湾如果要继续完成其刻不容缓的建国历程，就得突出台湾的主体意识，否则台湾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会更加支离破碎，国不成国，非驴非马，后果非常严重。就像挪威虽然被丹麦统治了400年，被瑞典统治了100年，虽然他们在文化、语言、宗教上的关系比台湾跟中国还密切，而中国统治台湾也没有400年那么长，但今天绝对不会有挪威人说自己也是丹麦人或瑞典人，也不会有挪威人会供奉丹麦或瑞典人的政治图腾，就如不会有美国人搞不清楚自己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者奉丘吉尔为国家英雄，这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尽管许多美国人都是来自英国，如果按照典型中国人的思维，挪威肯定是自古以来就属于丹麦或瑞典的了，而且文化、语言、宗教那样相近，国土又相连，而中国人把土地相连或甚至曾经在远古相连作为重要的领土归属依据，挪威到底有什么理由，有什么需要争取独立的呢？其实挪威在1950年时所摆脱的瑞典已经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了，但挪威人就是要复原他们在几百年前拥有的独立国体。今天加拿大也算是全球最民主和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那里的法语地区魁北克还是要独立，而加拿大政府也让他们公投，只是他们自己投输了。当中国人都已经视加拿大为移民天堂时，魁北克人却要离家出走，这的确是令中国人非常费解的。由此可见，摆脱暴政固然已经是争取独立的足够理由，就像目前台湾那样，但即使没有暴政在前，一个地方的人如果由于身份认同问题而要独立，也是大有道理，在国际间大有先例的。虽然有不少用心善良的人，特别是一些香港人或台湾人的国民党人，说希望台湾不要分裂开去，以便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但我并不同意。一是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当这个责任的履行会严重妨碍台湾进行中的建国历程。二是台湾的发展经验跟中国本土的发展经验相当不同，比如中国本土所受中国文化的毒害远比台湾深，又没有经过全面的优质外来文明殖民，文化心态依然极端傲慢，依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满清阶段，所以台湾人的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未必适用。三是即使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适用，台湾也绝对无需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只要中国减少打压台湾，让台湾能继续正常发展下去，或比今天发展的更好，这个独立的台湾本身就足够让中国人看到，即使是华人社区，或者即使是一个在中国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重重打压的华人社区，也可以发展出民主来。要是中国连像文化语言那样相近的邻国学习模仿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即使把这个邻国收归其版图之下，也不会学得更好。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就是虚心向邻国学习而成功，并不需要先把学习对象占领才行。台湾独立成国有利中国，台湾正正规规的独立成国对中国是利远大于害，这会帮助中国政府或中国人
治疗其过于奴劣的孩子气行为。在这里加一句，这里的意思很可能是巨婴行为。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帮助中国或中国人尽快发展出比较成熟独立的政治人格，不应该再过分依赖台湾作为战靶来掩饰中国政府的无能管制。其次，当台湾与中国正式平起平坐后，中国才有可能从完全掩盖理智的傲慢当中稍微清醒过来，这样中国才能从台湾身上学到中国应该学习的东西。就像假如中国引徐福东渡日本之类历史为依据，一口咬定日本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则中国人肯定不会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不会放下身段向日本人讨教。中国人的性格很复杂，对外他不是善邻，对内他也看不起自己人。我就鼓励台湾朋友说，中国的动作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中国政治历来多的是以废话为始，以废话为终，说话多是出于仪式化的形式需要，也可解释为志在逞能斗嘴的孩子气行为。中国最擅长的其实是接受现实，所以台湾更应趁着这个奥运多制造一点现实，让中国去接受，也不用瞻前顾后。就如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山本信行在其大作《大地的咆哮》里说，美国走过奴役黑人的历史，如今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负有使命，必须向世人展现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立场。换言之，要美国对早已接受民主熏陶的台湾见死不救，等于要他放弃国家的宝贵理想一样。因此，日本必须对中国坚持主张，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日本也绝对会和美国站在统一战线。当然，台湾人也应该为其建国理想做好要付上一定代价的心理准备。为理想而付出代价，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虽然台湾在中国的畸形崛起并且长期蓄意打压下，士气似略见低迷，但整体而言，台湾人表现出来的文明修养和理想主义依然令人无限神往。若受到这样长期蓄意打压的是香港，恐怕早就变成废墟鬼城了。多年来，香港特别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受到中共蓄意打压，更被北京以行政手段置中国其他更有需要的省份的利益不顾，强行以个人赴港自由行和资金自由行等等多种经济措施，以数以千亿港元的外来资金进行北水南调，为香港苟延残喘的经济输血，借此避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崩溃，令中国人不致太丢脸，而向外人，特别是向台湾人吹嘘一国两制如何成功，普世关怀提升台湾文明层次。就以这个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例，这样一个貌似地区性却具普世性意义的课题，这样一个严肃的研讨会，台湾人居然有时间投入这样大的资源去隆重其事，把研讨会做到这样的高规格。更难得的是，几百位参与者在2天内热烈参与其中，参与人数之盛，以国际水平都是极其可观的，即使是电影首映礼也未必有这样的规模。德高望重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先生在其专题演说中无所顾忌地向中共发话，你中国不可以杀掉宗教信仰，要是你真的这样做，前不久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你只会被这宗教信仰所杀掉。从我多次造访中国及其邻国，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终局之战。北京是世界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政权，他要为其7000万同胞之死负责，当中3800万人死于饥荒，现在又在苏丹的达佛等地造成数以千计的民众死亡。台湾人大有继续善化的潜力。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在中国当然绝无可能举行，在香港即使竟然有民间组织不洁身自爱坚持主办，与会人数肯定最多只能达到台湾这次研讨会的1/10。而且香港政府不但不会像台湾政府那样的主动筹办这样的人权活动，香港特首曾荫权更肯定不会像台湾总统陈水扁那样出席这样研讨会以表支持。而且港府会为了向北京阻止
邀功献媚，肯定至少会拒绝一半来宾入境。这在过去类似活动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务实会议搞得满盘皆啰嗦。至于同样在中国劣质文化毒害下的澳门和新加坡这两个御用太监，也绝不可能举行这样公然宣扬人权的研讨会。其实，即此中国正迅速畸形崛起，开始以其原始人类价值观号令天下。莫说是较落后的东南亚，即使是其他欧美国家，依然敢像台湾这样跟中共对着干的，也多乎哉，不多矣。然而，似乎台湾人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种普世关怀已经把他们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人类文明层次，已经把阉人的中国和被阉的香港甩到不知哪里去了。大概是由于早年许多来自中国的汉人与品性单纯的原住民杂交后，令其后代秉性趋于单纯，加上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较短，以及台湾幸而有荷兰和日本的优质殖民以抗击中国的恶劣殖民，还有那道让台湾人逍遥于中共铁蹄之外得以追风逐梦的台湾海峡，台湾人显然极具可塑性，极具继续提升的潜力。但我也对台湾人说，台湾发展好，只是以亚洲的水平而言，若以我熟悉的已经连续6年当选为全球最理想居住地的挪威为坐标，则台湾还大有改进余地的。我觉得台湾人普遍有一种向善寻真的单纯性格，所以若向他们宣讲独步天下却又鲜为外界认识的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继续善化见贤思齐的一群人。相反，若向香港人推广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则属于对牛弹琴；若向中国做同样的事，简直是对狼弹琴，自招杀身之祸。就如那些洋传教士对我说，向单纯的非洲人传教有多容易，向入世太深、诡辩多诈的中国人传教就有多危险。台湾人讨厌中国人更甚于从前。此前我也发现，许多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讨厌和顾忌似乎又更甚于从前。原因当然是中国政府这几年来的霸权行径变本加厉，以及一般中国民众的表现也实在令人失望。大概就像什么礼仪之邦、礼仪廉耻之类口号那样，中国人说的出淤泥而不染只是理想，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才是社会主流现象。所以现在的台湾人似乎颇在意你是来自中国还是香港的，他们往往会把他们区分开来。这当然不是在表扬香港人道德过人，只是说中国大陆民众的文明修养跌穿下限而已。而我也因为被误以为来自中国而非香港而深受其害。的确，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民族。要中国人明白他们惹人讨厌是万分困难的事。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台湾就仿如中国的妻子。中国人会觉得，按照中国人的三纲五常的祖训，妻子是要无条件臣服于丈夫的，双方绝无可能谈判，有的就只是休妻，绝不可能有离婚。丈夫不需理会自己的生殖器是否已经因乱嫖而溃烂，不需要理会自己是否已身为妻子所讨厌，也不需要理会妻子是否有生理周期的障碍，而强行行房，但求一切。在现代文明社会，即使是合法夫妇，若妻子不愿意行房，而丈夫霸王硬上弓，做丈夫的也可被控以强奸罪，妻子也可以要求离婚。但中国人却狡辩说，这妻子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他的。其实这全是中国人自己幻想出来的，因为台湾根本从来就没有跟中国结过婚，台湾跟中国的短暂结合绝不是两情相悦，只是在中国铁蹄施暴下的结果。所以他们即使有任何后代，也不是爱情结晶，而是孽种。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百年里殖民过台湾的多个殖民者之一而已，不要把自己看得那样神圣。如果要说自古以来，西班牙和荷兰都在中国前面，哪里轮得到中国说三道四？不过中国若依然死不瞑目，抢要斗早，那么基因研究已经清楚显示，
早于15000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就早已经越过中国以外的地方定居台湾，成为当地的原住民。那中国算是老几？若中国真的还不识趣夹着尾巴逃窜，那么我就只好再引用我在7年前提出的令中共气得狂性大发的理论，那就是摆脱不公义统治或摆脱暴政本身就已经是很充分的寻求领土脱离的理由，其他的都不用多说。中国和香港不了解台湾，我从跟当前台湾人的接触中觉得，台湾对中国的理解虽也有其天真之处，比如一些台湾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坏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但比起中国对台湾的理解还是有深度的多。同样，台湾对香港的认识也远比香港对台湾的认识多。香港绝大部分民众即使到今天依然不会明白，也不认同台湾人渴求摆脱中共暴政的诉求，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像香港人那样委曲求全，宽衣接受北京爷们儿的阉割，依然不明白为什么台湾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相反，许多台湾人已经很清楚，香港人只是条毫不值得羡慕的可怜虫，就如在去年病死的著名香港极端保守派吴维庸就曾经有这样一句经典金句：既然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躺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呢？这种灭绝人性的话，尽管一般香港民众听起来也可能会说觉得极度恶心，但从香港人自己的实际行为看来，这话其实有令人心悸的写实成分。在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誉满国际文采风流的哈佛大学教授谭若思说，胡锦涛为了营造出和谐社会的表象，纡尊降贵到农村里大做关怀秀，并由党推出一连串的小动作。谭若思说，这就仿如想靠抚摸一下鸟的羽毛来医好小鸟的心脏病那样，中共处理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台湾说讨厌中国，中国却皇恩浩荡地说要把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享用不到的一国两制送给你。当然，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一屁两响的变调。台湾人说要生存空间，中国则连世卫也不让台湾加入。台湾人说要摆脱中国暴政，中国就偏要说更加要跟台湾人爱抚厮磨，说这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原载于2007年9月《开放》杂志